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我们聊一聊华晨汽车我们就从最近的8月12号这个华晨集团的债券大跌聊起。那然后分3个部分展开。那第一部分呢，我们聊一聊华晨集团的这个债务压力能不能扛过今年年底。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聊一聊华晨集团的经营情况尤其是华晨宝马和华晨自主品牌经营情况的巨大差异。那最后呢，我们再引申一下说一说中国自主品牌汽车这些年的发展困境。那好，我们先来讲这个华晨集团的这个债券大跌8月12号呢，华晨汽车集团旗下的多只债券在二级市场大跌。那多只债券的这个下跌幅度呢，都达到15%或30%盘中呢也触发了临时停牌。那从8月初以来呢，华晨集团的多只债券呢就开始跌跌不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是华晨就18华晨01债券的这个走势图。那可以看到从8月初以来这个一路下跌，那到8月12号呢更是放量大跌，这个价格呢一路从90元呢下跌到不到60元。那8月13号呢，这个华晨集团就公告说，这个债券的交易呢从当日起进行交易方式进行调整，也就是把二级市场这种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调整成了询价和协议交易其实这个目的呢就是限制这个公开市场交易，对吧？让你看不到公开市场价格因为他担心这个持续的市场抛售呢，引发进一步的这个恐慌甚至给他带来这种债务这个违约的这种巨大压力。那8月13号同一天呢，这个华晨中国的港股的股价呢也下跌超过了8%也正是因为这个债券价格的大跌呢，它才会被新闻媒体注意到被市场所注意。那其实今年上半年呢，这个华晨集团呢，它发生了几件大事早就已经有这个猫腻和端倪了。那第一个呢，就是华晨集团旗下的这个华晨中华，就是它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一块一线员工呢被放假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据说是这个放假呢可能要持续到年底工资呢也就发一个最低的基本工资。那第二件事呢，就是从7月份以来，这个华晨集团持有的至少5家公司有10笔股权大家可以看这个图。那这些股权呢全部都被法院冻结了，冻结的金额呢高达了15亿元这个就是有债主上门了，债主这个进行了股权冻结的这个操作。那第三个事儿发生的是什么呢？就是华晨汽车呢已经确认由光大银行牵头成立的债委会协调呢相关债权方不要抽贷、压贷、断贷继续能够给予公司金融财务上面的支持那一般走到这一步呢，那基本这个债务压力就是非常大了这个马上资金链就有点承接不住了所以这个已经成立债委会了。那第4件事就是他和天风证券发生了一个合同纠纷那个1.42亿股的股份呢被冻结了，占到了这个金杯汽车它旗下有一个金杯汽车也是上市公司，那占到了这个金杯汽车总股本的10.83%，这是第4件事情。那第五件事情呢，就是为了偿还债务早在今年5月份和7月份呢，这个华晨集团就已经先后2次把旗下的上市公司这个华晨中国其中的6亿股的股份也就将近是12%的股权吧，出售给了辽宁交通投资集团那以换取资金去续命，还去找一点这个资金这个续上，把这个命续上。好，这是上半年呢发生了5个大事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债券大跌之前呢，早就已经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迹象，有一些事情在逐渐发生了只不过到了债券这儿呢，这个债券的下跌这一步呢，已经是压力非常大了已经是这个兜不住了，已经开始被曝光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下华晨集团这个具体的债务压力但是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就要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华晨集团的一个股权结构图也先知道一下大概这个华晨集团的这个股权的一个情况。那大家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它有2个股东，一个股东呢就是辽宁省国资委，还有一个就是辽宁省的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就辽宁省的社保基金。那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呢，就刚才说的这个债券下跌包括债券暴雷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这个层面的我们就简称华晨集团以后就简称华晨集团。然后华晨集团呢下面有2个板块，一个是上市板块，一个是非上市板块。那上市板块呢，你可以看到有3部分有一个申华控股，这也是个上市公司，然后下面还有个金杯汽车然后还有一个华晨中国控股那个华晨中国呢也是在港股上市的那个整车的这个生产和销售业务呢都在华晨中国里面。那华晨中国呢又有2家公司，对吧？一家呢是华晨宝马这个是合营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新辰中国动力控股有限公司做发动机这块的。
那讲到这儿呢，我得给大家再引申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合营公司啊，50%。大家知道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合资车企啊，都是持有，就是中方持有50%的股份，外方持有50%的股份啊，这个叫合营，也叫共同控制。其实这也是一个会计上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持股数量的由少到多，对吧？这个影响力的由小到大，分为这个联营啊、合营和控制啊。联营呢，就是你在董事会里面有一个席位，对吧？你可以施加重大影响，这叫联营。那合营呢，就是共同控制，对吧？你和中方和外方啊一起控制这个公司，这个叫合营啊。但是你不能并表，不能并入你的这个企业合并报表里面。那控制啊，只有达到控制，持股51%以上，并且能够控制这个董事会的多数席位，对吧？你才能够把这个财务报表合并到你这个整个集团里面。所以说，华晨宝马呢，它是个合营的公司啊，它不能够并表啊，但是它的收益呢会体现在投资收益上。这个呢就是简单给大家拓展一点，这个可以说是会计相关的知识吧。好，那我们了解了整个这个华晨集团这个股权结构以后呢，我们就接着说一下它这个最近的这些债务压力啊。那先来看这个第一张图其实华晨集团整个的这个负债压力呢是1226亿。资产负债率呢70%啊，已经挺高了。那其中有息债务呢是677亿啊，占到这个总负债的1半以上啊。有息负债大家能理解吧？就是需要偿付利息的那些负债，跟银行借的，这个跟信托公司借的，或者是跟这个小额贷款公司借的，就需要偿付利息的嘛。那无息的负债就是那些应付账款啊、预收账款啊，包括往来款啊，有些不需要付利息的。那好，我们来看第一张图。第一张图你可以看到这个近年来的这个有息负债的情况啊，你可以看到这个2020年3月末啊，刚才说了是600多亿的这个有息负债，然后里面的这个短期有息债务呢是大概483亿。这个短期有息债务呢就是1年内到期的这个债务啊，所以你看这个短期债务里面这个就是有息债务里面这个短期债务的占比非常高啊，这个短期还债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具体看，就是2020年3月末以后啊，一直到今年年底吧，就从2020年到今年年底之前的这个有息债务这个结构啊，一看就一目了然。那资产负债率刚才也讲了啊，就是70%啊。好，接着我们就看这个2020年3月末公司有息债务的一个期限结构啊，这个图呢就非常明了啊。这个图你可以看到，这个2020年4月到12月到期的这种有息债务里面有432亿还是占比最大的一部分。然后到2021年呢，就是121亿，到2022年呢是92亿啊，往后就少了。所以说你看到华晨集团的这个债务压力呢，主要就集中在今年啊，尤其是今年年底啊。今年呢，2020年是华晨集团的一个债务大关年啊，能不能过得去就看今年。这是华晨集团的一个债务的情况，给大家看了啊，短期债务占比高啊，偿还压力大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华晨集团债权大跌的原因。好，接着我们第二部分，我们就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华晨集团的汽车销售业务其实这个汽车的销售业务啊，这个才是它真正造成它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啊，就是它这个内生的造血机制能力不足啊，内生的这个造血能力很差。那华晨集团呢，它其实整车的销售业务呢它有这么5个品牌啊。第一个呢就是华晨中华啊，第二个是金杯品牌，第三个是华颂品牌啊，第四个是华晨宝马，第5是华晨雷诺。那其中呢前3个都是自主品牌啊，这个销售整体来讲呢占比2019年占比只有25%啊。占比很低啊，这个营收和利润都很差。然后这个华晨宝马呢，它是华晨集团这个利润贡献的一个主力啊。然后这个华颂雷诺呢，这是2017年以后才成立的合资品牌啊，这2年也没有什么新车推出来，就有一个 SUV， 就那么一款，卖了也没多少。好，那这些汽车的整车生产和制造品牌呢都集中在哪个主体下面呢？都集中在这个华晨中国，就是上面我给大家讲了嘛，上面有华晨集团，对吧？华晨集团下面有上市板块，上市板块里面有3块，其中一块就是这个在港股上市的华晨中国，所以这些整车的制造和销售业务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华晨中国里面。好，那我们接着说，那就是2019年整个的一个销售情况，先说一下，就是华晨宝马的销售数量呢是54.6万辆，那相比2018年呢增长了17.1%所以你看到这个华晨汽车业务里面增长唯一有增长的这个占比是占大头的，就是这个华晨宝马。
那它不光是这个销售数量占了大头啊，占到整个这个华晨汽车的75%的销量大头，关键是它的利润占比啊，还有这个营收的占比啊更大，对华晨汽车对华晨中国来讲啊更重要。那接着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华晨宝马的这个利润贡献啊，就华晨宝马的利润贡献和这个华晨中国啊，这个就是包括其他的自主品牌的这个合起来的这个华晨中国的税前利润的一个比较。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啊，这个表是我们统计的，就是华晨中国，就是在港股上市的那个华晨中国的这几年的这个年报的一个情况啊。通过年报你可以看到，这个华晨中国里面的利润啊，就华晨宝马的占比贡献非常大啊。从2015年到2019年，你看都在100%以上啊。2015年是115%啊，2016年117%，一直到2019年是121%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如果把华晨宝马的这个利润去掉以后，那整个华晨中国的业绩呢，它其实是逐年亏损的啊，每年就亏损。所以说，华晨汽车呢，整个就靠着华晨宝马这个合资品牌在输血啊，这就是一个造血机器。如果把华晨宝马拿掉以后呢，整个华晨中国它就是亏损的。但是大家知道，在2018年4月份，中国政府呢宣布了一项政策，就是放宽中国汽车业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例限制。那将在2022年呢放开中国乘用车市场，所以在2018年10月份呢，华晨汽车集团呢，它就跟宝马达成了一个协议啊，将以这个36亿欧元的价格转让华晨宝马25%的股权给到欧洲的这个宝马集团。那这样的话，到2022年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华晨中国啊，它持有的这个华晨宝马的股权比例将从50%下降到25%啊。那这样的话，那整个这个造血机器呢它就是等于失去了啊，或者说占比就非常小了。所以说，随着2022年的这个到来啊，股权变更的到来啊，华晨在合资品牌里面的占比的这个下降啊，无论从话语权层面还是从利润分层的层面，华晨呢都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啊。单单靠这个华晨宝马躺着赚钱的日子呢就不多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华晨的这个华晨汽车的自主品牌的一个情况啊。自主品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产能啊，还有产量，还有这个产能利用率啊，可以看这个这张图的左半部分。那最重要的是看这个产能利用率啊，你看这个产能是在这个36万辆，对吧？2018年、2019年这个36万辆，关键是这个产能利用率啊，产能利用率非常低。你看产能利用率在2017年算不错的时候，也只有65.7%，然后2018年、2019年逐年下降啊，到了2019年这个产能利用率只有49.5%。那到了这个2020年1到3月份呢，产能利用率就更低了啊，只有这个25.89%啊。当然，你说今年上半年呢，可能受疫情影响，对吧？但是整个上半年这个华晨中华啊，就是这个自主品牌里面这个车啊，它累计销量也非常低啊。这个华晨中华那个品牌呢，只有3000多辆，那宝马的销量呢是33万辆啊，所以说是华晨中华的110倍。这个自主品牌呢更惨淡，所以说在疫情的冲击下呢，越是自主品牌呢，它被冲击的越严重啊。合资品牌呢反而不太受影响，主要是面对中高端群体的。好，这个是给大家分析的这个华晨汽车的这个经营情况啊，看了这个华晨宝马的经营情况和华晨自主品牌的一些经营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另外一个汽车集团啊，这个做一个对比，其实也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广汽集团呢，大家可以看这个产能利用率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广汽下面的2个合资品牌，一个是广汽本田，一个是广汽丰田，对吧？他们的产能利用率非常高，都在100%以上啊，就是全部都利用了还不够。那你看广汽自己的这个乘用车品牌呢，当然也包含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呢只有55.92%啊，在2019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自主品牌的产能利用率低啊，不光发生在这个华晨汽车上，也发生在中国许许多多的自主品牌的这个车企身上。那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广汽集团呢对合资品牌这个投资收益和利润的占比啊，其实也就是这个合资品牌这个贡献的这个收益啊，占这个整个广汽集团的一个比例啊。你可以看这个图，在这个2011年、12年的时候，占比呢是相当高了，200%多。那就是说这个自主品牌其实一直在亏钱嘛，在缺血的一个状态。那到了2017年呢，可能是自主品牌最好的一年，就是16、17年这2年，你可以看到这个合资品牌的利润占比呢只有60%多一点点了啊，那说明自主品牌也能赚一些钱了。那到了2019年呢这个又上去了啊，可以看这个曲线又上去以后，就是合资品牌
投资收益的占比啊又达到100%、15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那所以说呢，这个自主品牌在19年呢啊又削弱了，又变弱了。那实际上也有数据也能统计出来啊，在2019年根据中汽协的一个数据啊指出，这个自主品牌乘用车的这个销量呢是840.7万辆，同比呢下降了15.8%啊，占了这个乘用车整体销量的这个39.2%啊，这个占有率呢又在下降。那接着大家就看一下，这儿正好有一张图啊，这个图就是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及这个市占率的一个变动。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自主品牌的高峰呢，就在2016和2017年啊，销量的高峰，同时也是占比的高峰。那之后呢，从2018年又开始往下回落啊，到2019年呢，自主品牌的这个销量的占比啊，回落到39.2%。那这个比例呢，其实就跟2014年差不多啊，都是非常低的。那大家要知道，中国在宏观的政策上呢，国家给自主品牌是设立一个红线啊，这个红线是多少呢？这个红线是40%。那现在呢，自主品牌的这个销量啊，又落在这个红线之下。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自主品牌这个发展啊非常不顺。好，接着呢再给大家看2个数据啊，这自主品牌讲到自主品牌这块，第一个是中国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乘用车的市场份额啊，你可以看到2018、2019、2020啊，逐年都是一个下降的过程啊。你看2018年是灰色这个线，2019年啊是蓝色这个线，在这个蓝色的线在灰色的线下面，然后呢2020年啊是这个橘黄色的线啊。这个橘黄色的线也在下面。那2020年的这个自主品牌的占有率啊，已经退化到只有35.1%啊，这个状态。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各个乘用车啊各个系别，也就是这各个系别的市场份额的一个比较。那可以看到，在2019年的这个2020年的1到7月啊，比2019年的1到7月，这个自主品牌是下降了这个3.2个百分点啊，这个自主品牌只有36%，然后德系车和日系车这的市场占有率有所提高，然后美系、韩系和法系呢都下降啊，所以看到这个德系和日系呢还是最大的赢家。好，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华晨债券下跌这个事儿啊，由这个华晨债券下跌这个事儿呢，我们引申啊，讲到这个华晨集团的这个公司的债务压力，还有汽车销售的经营情况2个方面。分析了一下华晨汽车目前面临的困局。那之后呢，我们再结合这个广汽集团还有中国自主品牌汽车这些年的发展，可以看出整个的国产汽车品牌啊依旧非常的孱弱。在中国这个可以说是全球第一的广袤的汽车大市场里啊，在这个本土作战的市场里，居然诞生不了啊强大的这个自主品牌的巨头。那究竟是谁在阻碍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呢？啊，有句话说，能躺着把钱赚，干嘛要站着赚钱？啊，站着赚钱呢，比较累；躺着赚钱呢，很爽啊。但是这个躺着赚钱时间长了以后呢，也最后就变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